数据不预测，信号条件风控。交易研究院用数据研究交易。RSI 超过70就一定该卖吗？在强趋势里，这个做法是否让你太早下车？今天研究的这个指标，不只看 RSI 到了哪里，还会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状态，让过去的案例一起投票。但它名字里的机器学习，真的能让信号更可靠吗？先说结论，它不是会预测未来的神经网络，也不是按一下就能赚钱的黑盒，它更像一套历史案例检索系统。先把现在的 RSI 状态做成指纹，再从历史中找相似案例，最后给出方向、排名和自信度。这个思路比单看30和70更有交易价值。我们先在搜索栏位添加 Machine Learning RSI， 它不是只看超买超卖的普通 RSI， 系统先分析当前动量，再寻找历史相似行情，通过机器学习完成多空分类，并用自信度过滤低质量信号。最后，动态趋势带负责管理方向和风险。5个模块组成一套自适应 RSI 智能框架。与传统 RSI 不同，它不会只看当前数值是30、50还是70，而是先建立一组更完整的 RSI 状态指纹。这组指纹包含8项信息： RSI 数值、斜率、加速度、距离50中轴的幅度、历史百分位、RSI 自身波动、快慢 RSI 的差值，以及平滑后的市场状态。简单来说，它不只判断 RSI 在哪里，还会判断它移动的多快，是否正在转弱，以及当前属于什么市场环境。其次，每根 K 线确认以后，系统会把当时的特征保存进历史记忆库。当新的 K 线出现，它会使用 K 近邻方法，寻找特征最接近的历史案例。这些相似案例会共同参与当前方向的判断。最后，豪生 Super Trend 的带宽并不是固定不变。机器学习信心较高时，趋势带会收紧，让风险线更快跟随价格。信心较低或市场震荡时，趋势带会放宽，减少被短期噪声频繁触发。所以它追求的不是盲目反应，而是根据当前环境调整灵敏度。接下来，我们学习这个指标的实际使用方法。首先看豪生 RSI， 它的数值范围同样是0到100。50是多空动能的分界线，高于50代表动能偏多，低于50代表动能偏空。70以上代表较强的看涨动能，30以下则代表较强的看跌压力。当模型检测到市场状态出现明显变化，并且同时通过质量与自信度要求，图表上才会出现 Long 或 Short 信号。Long 表示分类系统识别出偏多环境， Short 表示系统识别出偏空环境。这里的信号代表环境判断，并不等于保证价格立即上涨或下跌。最后看 Super Trend， 它有2个主要用途：第一，作为趋势方向过滤器；第二，作为动态追踪风险线。看涨时，模型认为市场处于上升趋势；转为看跌时，模型认为市场处于下降趋势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理解了原版机器学习 RSI 的核心逻辑。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：模型判断偏多，并不代表当前就一定适合追多，因为价格可能还在长期下降趋势中，也可能处于没有强度的震荡行情。所以，我没有修改原来的机器学习开单逻辑，而是在它的信号后面增加了3道过滤器。第一层是 EMA50 和 EMA200， 用来确认长期趋势方向；第二层是 X 和 DMI， 用来判断趋势是否具备足够强度；第三层是 VWAP 距离过滤，避免价格已经远离市场平均成本时继续追高或追空。可以把原版机器学习 RSI 理解成候选信号生成器，而这3个指标就是信号审核系统。只有机器学习方向、趋势方向、趋势强度和价格位置同时通过，图表上才会出现最终的 Buy 或 Sell。该指标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当指标打印 Buy 时买入，当指标打印 Sell 时卖出。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指标的链接在视频的下方。如果你希望我验证什么指标或者策略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这里是交易研究院，用数据研究交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